夜半时分 ，F-22 独自坐在恒温机库。今天的工作结束了，给美国空军打工10来年，一直兢兢业业。然而没想到这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中年危机。面对如今的职场环境，哪怕强如 F-22 猛禽这种打工机，也有了一丝力不从心。遥想10几年前，那时候的 F-22 猛禽意气风发，加入了美国空军这个大家庭，幻想着自己能够在这里大干一场。结果还没过多少年， F-22 就迎来了自己的中年危机，而这一切都源于五代机的恶性竞争。面对如今的行业内卷， F-22 只能在闲暇之际提升自己，希望自己避免成为时代的浪花。如今老东家空军终于愿意为自己提供一次提升的机会，为了成为世界第一大公机， F-22 必须把握住这次机会，才能在未来跟上年轻人的脚步。此前老东家也想过辞退 F-22， 觉得他年纪大了，工资高，效率低，体力还不行，对于空军来说投入大于收益，为了减负才决定裁掉他。幸亏最后被国会阻止了。其实国会是考虑到 F-22 的继任者还没有出来，而另一位五代机 F-35 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优势，裁掉 F-22 倒不如为他报一个老年班，在下一代继任者正式工作前，继续让 F-22 在整个职场环境保持优势。只是 F-22 已经不再年轻，也没办法回炉重造，所以想要通过手术对它的机体进行重大改进，显然有些不太现实。所以空军决定对 F-22 的内在需求进行提升，例如通过快速组件设计与年度软件修改，对它进行不断改进，这样在面对中俄更为年轻的五代机时，才能继续保持空中优势，直到它的下一代接班机6代战机出来接替。空军为 F-22 提供的周期性现代化计划代号为 RACR， 又被称为猛禽敏捷能力发布。每个后续阶段的实施可能会涉及不同的年度周期。如今 F-22 已经进行了1、2年的 RACR R1 第1阶段的学习。空军不仅请人对 F-22 整个机体进行全面涂装，还专门进行了数百小时的试飞。在这个阶段，着重加强的是 F-22 猛禽的防御能力与进攻战术。美国空军为 F-22 提供了14种潜在提升计划，这里面有着许多中药升级，并且都是如今的猛禽所需要的。在第一个提升阶段内，空军对新型飞行员头盔进行了测试。难以想象，作为空军冲锋在前的头部员工， F-22 是唯一一个没有配备头盔的存在，以至于无法发挥出 AIM-9X 的全部性能。就连 F-15 与 F-16 都有自己的联合头盔提示系统， F-35 也拥有独特的头盔显示系统。多年来 F-22 曾参与过许多技能提升培训班，课程中一直都不包含头盔这部分，一方面是费用问题，另一方面就是头盔的尺寸妨碍了飞行员在座舱盖中的行动。如今老东家终于为 F-22 找到了较为合适的头盔系统，并对这个头盔系统评估了7年之久，也就是蝎子头盔系统。空军要求蝎子头盔能够显示威胁、战斗空间基线、飞机状态信息、武器信息以及导航信息等方面，目的就是为了提升 F-22 的战斗空间态势感知能力，并且还需要适当考虑可用性与处理数据的强度。其实每个人都发现了，自从冷战结束以后，美军装备研发升级速度就放缓了，原因就是美国已经是世界第1强了，这也使得 F-22 在职场上所使用的 AIM-120 系列中距弹还是1991年就列装的产物。虽然 AIM-120 拥有不少改良子型号，但毕竟是一个20世纪的老平台，就像1991年苹果发布的 PowerBook， 你再怎么进行升级，也比不过现在的低端笔电。AIM-120 的升级潜力早就耗尽了，然而面对现在逐渐崛起的国家， AIM-120 显然不够用了。为了不在空导弹这方面失去优势，在2019年，雷神公司与洛克希德就分别拿出了自己的新型中远程空导弹的设计方案，代号分别是有损和 CUDA。共同的特点就是尺寸、重量以及大机动过载能力都接近常见的近距格斗弹，而且射程还不亚于 AIM-120C。
理论上来说，这两种导弹的确可以让 F-22猛禽的载弹量猛增，但它们本身在技术上也面临不小的难题。即便这两种导弹的性能达到预期，但最大射程方面依旧存在不足。相比之下 ，AIM-260 貌似成为了最佳选择，因为它与 AIM-120 体积与重量都差不多，核心技术也与 AIM-120 很接近，所以能够快速成型。美国空军最关心的导弹属性无疑是射程与速度。隔壁流星远程空导弹为了达到150公里的射程与4马赫的速度，采用了固体冲压发动机。AIM-260 原本在设计时也曾考虑过采用这个，但最后选择了更为先进的多脉冲火箭发动机技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2次天火，能够极大提升 AIM-260 的动力段射程，极大增加导弹末端的机动能力，同时还能基本保留 AIM-120 的大离轴发射能力。在没有近距格斗弹的时候，还能让 AIM-260 临时客串一下。由此一来 ，AIM-260 射程提升到260公里以上，速度上也有4马赫，并且 AIM-260 在尺寸控制上也十分到位。由于采用了边条翼 ，AIM-260 整体翼展反而比 AIM-120 还要小很多，这就使得空军现役的2位高级员工 F-22 与 F-35 都能装备这枚导弹，而 F-22 的机腹弹仓甚至可以容纳6枚，并且空军其他战斗机或者魔改轰炸机也可以配备。目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达到这一技术状态，甚至不夸张地说，AIM-260 代表着未来远程空导弹的发展方向。AIM-260 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采用多模式导引头，包括主动雷达、红外成像以及 GPS 融合模式，所以在抗干扰与快速锁定能力得到了高度保障。另外 ，AIM-260 还拥有双向数据链，能够在发射后自动向战机和预警机发送数据，还能够接受战机和预警机的参数修正。AIM-260 的另一个恐怖之处就是不可逃逸区，在导弹达到一定射程进入滑翔状态时，如果发现空中目标，就会进行转弯，加大过载冲过去。射程大幅提升的 AIM-260 强化了自身材料结构，过载极限和回旋速度都进步迅速，一般战机就很难有效逃脱。在 AIM-260 立项后，美国海陆空3军都加入了研发计划，所以该导弹有机会发展出地对空和海对空等其他式平台的信号，最终强化美军地面部队和舰体的中程防空能力。也正由于 AIM-260 具有如此难以取代的特点，因此它最终成为了竞争中的大赢家，而其他中远程空导弹甚至都要为其让路。除了重型武装以外， F-22 猛禽的最新升级还包括配备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可以让 F-22 能够及早发现雷达信号低的目标，还能让战机在几乎不被注意的情况下尽量靠近敌机，而这就是美国空军的另一个长期目标。但是呢 ，F-22 直接使用 F-15和 F-16的 ISRT 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俩上面配备的 ISRT 难以与 F-22 的隐身外形结合起来，而 F-35 则是在机头下方使用了一个隐身多面体，用于各种红外探测功能。而在最新的概念照中显示 ，F-22 外翼下方的挂架上安装了2个新型吊舱，这可能就是空军长期承诺的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升级。也有可能是为应对现代战争不断变化需求而引入的电子战光电吊舱组合。这种类型的 IRST 最初是为高级战术战斗机项目开发的各种系统之一，但后来被取消了。如今美军为了 F-22 重启了这项技术。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技术，想要有效对抗隐身战机，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需要与 F-22 的其他传感器相结合，例如有源相控阵列雷达，这样才能提供战场空军的整体视图。只是洛克希德公司的 F-22 负责人表示 ，F-22 战机的内部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 F-35 那样的广电系统，不过也是没有办法。他觉得可以把 F-22 驾驶舱中的又厚又重的早期平板显示器更换成最新的轻薄显示器，这样一来就有足够的空间来安装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了。
F-22上面已经配备了高度复杂的电子战系统，虽说已经稍显落后，但考虑到电子战领域的不断变化发展，将 F-22战机中的一小部分低可观测性换成新的先进能力，可以说还是比较值得的。另外，调舱也是一种更简单、更便宜的方法，可以快速地在 F-22战机上继承更先进的技术。而除了上述新功能以外，对于 F-22猛禽战机的其他改进方案也在同步进行中，尤其是开发更易于操作和维护、减少雷达信号的新隐身涂层。此前 F-22所使用的涂层可是让美军痛苦不已，也让 F-22更加娇贵。相比于今年1月份在内利斯空军基地曝光的画面， F-22最新的鱼鳞甲颜色变深了，部分位置甚至还变成了看起来非常高端的黑金色，当然也有可能是某些特殊角度的反光。此前没有进行肤甲的机腹和主翼下面，这次也都涂上了新涂层，这有可能意味着新涂装的 F-22可能已经完成了测试，或者接近测试完成阶段，所以现阶段的肤甲才会这么完整。有意思的是，在今年 F-22新涂装曝光以后，外界对 F-22的这种新涂装有几种猜测。一种观点就是防激光，因为整体亮晶晶的，反射性很好。从技术角度来说，在隐身战机的隐身涂料分类型的确有反射激光的隐身涂层，并且还是与雷达隐身、红外隐身以及可见光隐身并列的，主要包括激光吸收材料、投射材料以及导光材料等。原理跟雷达隐身差不多，其中激光吸收材料主要是为了降低目标表面的反射系数，减少激光探测器回波功率，降低激光探测器的性能，使敌方不能或难以进行激光探测，以达到激光隐身的目的。不过与吸波雷达波不同的是，激光的能量很大，这就要求材料对激光的吸收率要很强，而透射材料就是让激光透过目标表面无反射，导光材料则是将激光偏射到其他角度，不反馈回接收器。所谓的 F-22亮晶晶的蒙皮，很多人猜测可能就是这种，还有人说是可见光隐身，又被称为视频隐身技术。其实可见光隐身也不是天方夜谭，它通常采用迷彩的方法使飞机隐身，比如保护迷彩、仿造迷彩、变形迷彩，主要针对人的目视、照相、摄像等观测手段而采取的隐身技术，其目的是降低飞机本身的目标特征，减少目标与背景之间的亮度、色度和运动的对比特征，达到对目标视觉信号的控制，以降低可见光探测系统发现目标的概率。可见光隐身涂料应用广泛，使用方便、经济，是飞机隐身涂料发展中比较成熟的技术。不过在火力军看来，更像是采用了新型隐身超材料，可以克服以前聚氨酯弹性底漆容易皲裂脱落的毛病。这更像是一种为了方便后勤维护的设计，将涂装分为很多小块，哪块出问题更换哪一块，从而不用动不动给整架战机刮涂层。当然，其关键的难度在于换上鱼鳞甲之后，还能确保电磁波传导的连续性。美军原先是采用银来填充蒙皮之间的缝隙，现在用什么，这就是机密了，美军不会对外透露。值得一提是，除了表皮发生变化以外， F-22刷隐身涂层之前的原厂底漆也发生了变化。最早 F-22的底漆是金黄色的，如今变成了跟 F-35一样的绿色。其实这与美军战机的防腐蚀底漆的进化有关。原先 F-22的底漆是铬酸盐防护层，它的颜色就是黄色或者金黄色，而现在则和 F-35一样，采用双马来酰亚胺和环氧复合材料，所以就是绿色的了。F-22服役至今已经接近20年了，只是大人们的世界变了，如今的 F-22战机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样被美国人誉为所向披靡，代表着未来的武器了。所以美军此次升级主要是针对 F-22的电子战系统、自动化系统等方面的弱项提升，装备更加先进的电子显示和控制系统等。从升级成本来说，平均每架 F-22的升级费用达到了6000万美元，但空军也明白 F-22战机如果不进行升级，是没有办法在现代战争中打赢对手的。
目前，美军下一代空中优势正在研制中，可能原型机的设计已经接近尾声了。虽然美国一直没有透露这款战机的相关情况，并对它的细节高度保密，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军6代机仍然具备隐身性能，并且还会具备更加强大的战场生存能力，比如具备强大的电子对抗系统和精密的通信手段，同时也可能会拥有有人和无人2种方案。只是这个项目想要见到成果，估计要到2030年左右了。这也就是说，在美军6代机正攻之前，有一个接近10年的空窗期，而这个空窗期就需要 F-22 战机来进行过渡。之所以是 F-22 而不是 F-35，还是因为 F-22 在设计之初，有些性能就比 F-35 强得多，比如机动性又或者隐身性，载弹量上也是 F-22 更强。所以对于美国空军现役战机来讲， F-22 是绝对的中坚，虽然上限不高，但基础好，也具备升级条件，所以 F-22 的升级对美军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你们觉得花费6000万美元升级一下 F-22 值得吗？如果不对 F-22 进行升级，美国又能以怎样的方式度过6代机服役前的空窗期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